川普说他考虑辉达 AI 的晶片卖给中国，华府震撼，说这有国安危险啊！你要把好的晶片都卖给他，而且辉达可能解禁。那美国前官员说他疯了，前国务院的官员Quayle说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川普说跟习近平，我今天是有讨论晶片，但是不是 Blackwell， 不是那个最先进的晶片不是，但是有讨论那另外呢，辉达市值飙破5兆美元呢。那时候辉达也不过几年以前，有人跟我讲说，美国公司不简单哦，说它可能要变成1兆美元的产业哦，就觉得哇，这了不起了。也不过就2-3年，变成5兆美元了它已经它自己有1800亿美元，已经变成 Bloomberg 的富豪榜前10名，就等于是全世界前10大有钱人也就这么短的时间那他现在在全世界都有布局在美国有很多布局，跟台积电鸿海在地供应链投资 Intel 50亿美元，投资 OpenAI 1000亿美元然后要这个跟能源部建7座 AI 超级电脑，跟 Uber 要推出10万辆自驾车队然后呢跟这叫做 Palantir 跨足国安在德国也要投资12亿美元建 AI 资料中心。让大家最惊讶，昨天是跟 Nokia 入股10亿美元将来要合作6G。以前 Nokia 手机多红啊，开始的时候哇，都打遍全世界无敌手。后来人家智慧型手机出来，它就跟不上了，就没有了嘛以前 Motorola 也多厉害啊，对不对？后来苹果才串起来嘛。所以那个时候 Nokia 是很厉害的所以要一起打造6G， 跟韩国的 SK 海力士、三星、现代汽车合作，然后在台北4科这个T17、T18建总部，所以它的股票你看，它在今年4月的时候最低的时候只有94块，现在到了206块，就是1倍多928嘛，1倍多所以你看这个老沈真的高兴老沈每天看到那个 NVIDIA 的这个对他的那个股票上涨，老沈就心想又来了好，黄仁勋警告说呢，你如果禁止 AI 到中国，对美国伤害最大，而且呢，他将来也会自己发展嘛。当时你不给他发展核子弹，他也发展出来了。你不卖他什么 F 多少飞机，他自己也搞出歼多少出来了，他自己也会发展了所以呢，你要赢 AI 比赛的话呢，你要确保他要一直依赖我们嘛，他依赖我们，他就不需要自己去发展，买我们就好了嘛而且呢，你管制只会让中国自立门户嘛。对不对？他人那么多 ，AI 说 AI 人在全世界1半，他只是慢一点，他总会把它弄出来的吧？那黄仁勋今天到这个首尔，要跟三星的李在镕、现代的这个会长这个郑义轩吃炸鸡他在台湾的时候也跟那个张忠谋他们一起这个逛夜市那另外呢，商务部长说了，说美国跟韩国昨天签的贸易不包括半导体的关税，半导体另外谈，看一下。美国联准会宣布再降息1码。My colleagues and I remain squarely focused on achieving our dual mandate goals of maximum employment and stable pric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联准会今年第2次调降利率，短期利率目标也降到3.75%至4%，创3年来新低。Although some important federal government data have been delayed due to the shutdow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data that have remained available suggests that the outlook for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has not changed much since our meeting in September. 至于12月是否再降息，鲍尔表示，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加上政府关门，年底前再度降息的可能性恐怕不高。辉达却是靠着 AI 热潮创下历史，市值飙破5兆美元。星期三美股开盘，辉达股价飙升，成为史上第1家市值超过5兆美元的公司。而从4兆美元跨越到5兆美元，辉达只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辉达写下全球企业首例，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远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最终协议内容也牵动全球。建好，
我想今天这个川习会过后，CNN 第一时间就发了一个评论出来说，这个不管谈判的结果好不好，后续细节怎么样 ，CNN 的分析就讲说，这一次中国已经赢了。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说他们没有被吓到，他们愿意谈判，但是不会被吓到。包含说这一次他看到说，在这个川普第一时间讲的是包含这个大豆跟稀土的管制这部分的筹码，在过去这段时间确实掌握在中国的手上。但在今天谈完之后，那川普也很开心的去宣布这样的消息。因为想对川普对美国政府来讲，他有几个压力。第一个当然远程一点，就讲说明年的这个期中选举，这对他们共和党的这些农业州来讲，这是大票仓，所以大豆的购买当然非常重要。那近一点就是下礼拜开始，下礼拜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对这个川普关税的上诉案有举行这个庭讯了。那如果结果好或不好，我想这个川普自己也都没有一个一定的把握，所以他万一不好，那他真的，我想他整个支持度，国内支持度会崩盘。那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去提这个大家都可以 OK 搞定了，然后稀土也放宽了，没有问题了。我想短期内对他国内的民调，对他政治形势这个帮助，所以川普也很急需这一场这个见面。而且有趣说，大家也注意到说，这一次的见面其实主动权在应该说主动提出要见面的是川普，因为他也是需要这一场这个胜利，他需要这样子说，我的大豆没问题，我的稀土没问题。所以为什么 CNN 会有这样的评论，讲到说这一次的结果看起来目前中国占了上风，是因为我想美国自己内部的压力，除了近远程的这个选举之外，最近的就是下礼拜的法院的判决，我想对他们俩非常的严肃。那大家台湾民众非常关心说，这一次本来预期说要来谈台湾问题，可能会提到台湾问题，那也有可能提到这个晶片的问题。那当然台湾问题，我想昨天川普也试出口风说台湾是台湾，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台湾问题不会在今天谈，是因为他可能就觉得就这样子，就是好或不好，不要影响到我跟中国之间的谈判的不要变成筹码，不要变成议题的焦点。我们应该是就他想拿到的东西来谈这个跟中国来谈。而台湾问题因为比较复杂，或他没有办法把握说这会不会影响到他后续，包含说刚刚提到的大豆的采购跟稀土的放宽，所以他这一次可能在事前他就决定不谈了。所以包含说在记者会上两个人都很有默契的，都是不回应，然后就直接混过去换下一题。那当然这个晶片的部分也是，我想他们内部可能角力啦，还在角力，就说包含说到底是如果真的放宽的话，当然对于辉达这间公司，对企业利益来讲是好的，或对辉达这个美国公司对全球布局来讲是好的，但是内部来讲，今天就是因为现在中美两强在竞争了。如果辉达的晶片确实中国能够正确的能够开放的使用，在它的军事跟科技上面，它有可能很快的追上这个美国的能力的时候，我想对他们内部来讲是有一定的冲突。所以今天大家本来以为会谈，那后来就讲说没有这个 Blackwell 这个 Blackwell 部分没有谈了，但谈其他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没有谈 Blackwell 不知道它好，也是要犹豫说到底这个不谈是好还是不好，不谈。就表示说，可能这个持续让他去按照商业市场去发展呢，还是说他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样就去跟这个习近平讲这个事情，或者是就按照这个黄仁勋的意见，就是我们就这样，反正都讲好了，所以我不需要特别跟你告知，或不用特别把它拿出来谈判，就变成这件事情不是筹码，会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因为他说谈晶片，但是真的这高阶晶片反而没谈，这让外界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奇怪一点，怎么会这么重要的议题没有谈到？所以我觉得这后续还要再观察一下。其实你注意到，稀土也没有谈，稀土跟半导体是对等的。这个东西呢，都是要个别协调的。中方所发布的讯息里面就是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呢，关税原来的24%的关税呢，先暂停，然后有关于呢芬太尼20%关税呢，先降10%，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说，原来美方呢想要去卡住中国的，就是只要你中国就是美国呢，美国能够呢控制50%的这些企业，中国控制50%的企业呢，全部都在美国的制裁范围，这个穿透性的制裁措施呢暂缓1年，那中国呢也撤销呢相对应的。第三个就是说，美方暂停了对中国的海事物流造船业301调查措施1年，中方等到确定这件事情呢，中方也取消对他的制裁，其他的都还要个别去谈。大陆，我看到新闻是大陆刚刚大概有宣布说，稀土港口费问题休战1年了。对，稀土跟港口费，嘉玲。是啊，所以这个大家很期待的这个川习会哈。确实，刚刚大家都分析得很透彻啦哈。不过对台湾来讲，我们当然很希望说，刚刚赵大哥特别讲说，到底谈或不谈然后，但是我想这个短短的1个多小时里面，能够谈那么多议题吗？我觉得打个问号。那事实上，两个人要谈哪些议题？我在想，可能这个事先其实我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事先
间的双方的磋商是相当的重要。哪些议题我们要先谈，哪些议题比较可能成功，两个人都是希望能够成功。所以你看哦，他一开始哦，大家都说好话，就是希望说这场的会面至少有一点成果，对双方来讲都是加分。如果这场会面注定就失败，就倒不要相见。所以在幕僚的磋商过程当中就相当重要。那也许是第一个我们先谈什么，第二个先谈什么。但我看中国也释放善意了啊，因为他从5月这个大豆不采买之后呢，对川普来讲，对美国来讲的选民呢，当然是很伤。但是呢，其实在川习会之前呢，就已经释放出讯息，他们要大量的采购这个大豆。所以你看看川普一上飞机，他第一个讲的就是说，我跟你保证，中国一定会买非常大量的3次大量的农作物，好，还有这个大豆。对川普来讲，仿佛是一个定心丸了哈。那所以慢慢的推进他谈判的过程，是不是能够获取双方该有的利益？我想这是双方希望有的目标嘛哈。那至于说像台湾呐、这个半导体相对比较复杂啦，如果谈起来就是双方气氛不太好，我看前面就会没办法再谈下去了。我想我们很乐观看待，对于台湾来讲，只要我们能确保在和平稳定中的发展，我们都很乐观看待。其实首先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一次的川习会，其实基本上降温意味非常的浓厚。同时间，我个人认为这是各取所需，然后短期休战后非常大的指标，是皆大欢喜的状态。但是我刚刚大家有不断的强调说没有谈到台湾，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他们虽然没有谈到，但是不代表台湾是空白。不要忘记了，在川习会之前，台湾已经被买单了什么事情？第一个，我们的国家元首过境外交被取消了，同时间，川普取消了他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川普也取消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在他们川习会见面的过程当中，台湾是空白的，台湾已经先去买单了过境外交的取消以及3亿美元的援助，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今天没有谈就代表没有台湾的事，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特别小心。那我再补充一个，刚刚我特别讲到晶片的部分了，大家可以看。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川普邀请了那个黄仁勋出席了 APEC， 他去做演讲，那就表示说接下来应该会有一步一步的松绑，因为毕竟黄仁勋也直接公开的说，一旦了晶片管制，基本上95% 的市占率直接在中国大陆归零。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于黄仁勋以及美中关系以及台湾，我认为其实这几方的角力，其实大家都不可轻忽的。我大概补一下啊，中国这一批要采购的大豆其实才18万公吨，三船，对，这很重要吗？但是因为是一个开始了，对，因为前3季过去9个月，中国向巴西采购的大豆是7200万公吨，所以他觉得这个18万真的是一个中国真的消耗大豆很多哎，他讲7200万公吨，1公吨是1000公斤呢。中国不但他那个牲口要吃大豆。中国人也爱吃大豆啊，豆浆，老美喝什么豆浆呢？老美是喝牛奶，然后不喝豆浆了。豆腐，对不对？豆皮，什么臭豆腐，中国人对豆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动物爱吃，人也爱吃，14亿人，你自己想消耗量多大？所以美国那个农民1半的大豆是卖到中国，现在不买了，仓库都爆炸了，你知道吧？因为豆放太多了，豆之间会摩擦，真的不知道造成一个爆炸，好惨啊！好不好？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是谁？美国总统。第二有权力人是谁？他，联准会主席。美国的联准会主席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二有权力人，他一句话就造成全世界的股票可能上可能下，所以他影响力是很大的。鲍尔泼冷水，说呢，本来大家预期11月会降息1码，12月再降息1码，起码降2码，但是鲍尔泼冷水说，这个并不是板上钉钉子，不确定的，为什么呢？还要看目前情势变动太大了。所以呢，而且联准会理事内部意见分歧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你们不要以为说12月就一定是既定事实哦，其实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支持决策所以鲍尔已经先泼冷水，你们不要那么疯狂，美股一直涨，那就我们一定会降利息，不一定的，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买了66架 F-16V，S-16V 是专门卖给我们的。我们原来买的是 A、B， 后来美国现在新出的叫 CD， 我们说卖给我们 CD 吧，我们不行 ，CD 太先进。那我们 A、B 已经旧了
对不对？那时候民国80年、81年、82年的时候，民国就1992、93时候买的，因为法国卖给我们换项2000，所以那个时候呢，美国总统布希吧才说好不好，我卖给你这个 F16，已经旧了。他说好吧，我现在帮你特制就是 F16V， 哦，比 AB 好，但可能比 CD 差，给你一个 V， 好吧？那给我16V 吧。到现在钱都付了好久了。本来明年底要全部交接，一批，到现在一下都没交，0哦。那卓荣泰说严当将依法求偿，因为徐小新昨天在立法院问嘛，说怎么回事？都不说我们国防很重要吗？对不对？说哇，老公什么歼击在发展，那我们没有飞机不行啊，这太老旧了，而且现在每天常常过来，我们要一叫起飞去拦截啊，喊话啊，哦，你已经进入我们的什么怎样，你走吧。卓荣泰说要依法求偿，后来国防部打脸，说军购是不能够什么求偿的，军购没有什么延期求偿的。就换句话，老美这很二把，我卖你就不错了，啰嗦什么哦？那所以呢，徐小新搞不清楚状况，你搞什么鬼啊？哦，那国防部说我们只能叫厂商加速产制啊，加速我们派人去盯厂啊，在旁边说赶快做啊，赶快装配啊，哦，因为现在是零交机啊，哦，那国防部说呢，以后发价书就要修正，避免过早付款，因为以前是人家卖你就不错了，感恩戴德，赶快把钱奉上去。哎呀，钱在这里啊，保护费在这里，所以以后不要了哦，说晚一点吧哦，因为它叫做发价书啊，但是你晚一点，人家会再把你价钱提高，我都很怀疑哦，这些军火商坏透了啊。那说呢，我们砸了2400亿啊。买 F16零交接，而且将来会不会再增加你预算？我都在想啊。那所以呢，苏一峰意思就是说，对日韩，你看人家 F35都买到了 ，F35是最先进的，比 F16还先进呢。而且在这个船上 ，F35可以垂直起降，因为船上没有什么跑道啊，所以在船它有 F35好几个型了，有一种是在船上可以起降哦，我们也没有，我们陆上起降也没有哦。所以呢，马文君说 F16哦，这个案子会开恶例哦，特别预算用特别预算买的哦，特别预算记录也因此会打破，怎么可以付了钱拿不到东西呢？哦，那另外呢，最近有一个消息说，美国有一个新版的国防战略，说亚洲战线说有排除台湾，国防部长说没有乱讲，这消息哪里来的？这个也是好笑，十军团有一个战车在路上，你看这像什么？乌贼车。冒烟啊？为什么呢？因为柴油嘛，战车是烧柴油的哦，所以别人说这是怎样？是逆中的吗？因为大家看不到就逆中了。乌贼的时候喷一个烟黑的东西黑气出来，乌贼就逃掉了。干嘛这样？你看那个那这个国防部这个十军团说不是，是因为它是柴油引擎哦，它在负荷过重的时候，或是呢静止要起步的时候，要加大油门，增加扭力。所以呢，就有黑烟是正常现象，环保署要去开罚单的。我在路上如果看到前面车冒黑烟，我都会登记车牌向环保署检举。现在环保部了，我觉得太坏了，让我们整个空气那么污染严重。你车子要好好维修你的车，战车也不可以这样啊。看一下，美方的制造公司，我们必须要对他提出法律的动作。法律的追偿，那这个也会在必须要提出法律的动作。那请问已经提出了吗？只询问的是我对美采购的 F16CD Block 70战机，至今还没交付一架。但卓荣泰这回答也让徐小新看准漏洞。军购来说，它是没有求偿，商购有求偿。这我先跟委员做一个说明。你应该跟部长做一个说明。国防部副部长证实，上周有去美国进一步交涉。国防部29号一早更制作图卡，说台美合作严密管控军购进度，但也引发质疑，到底要如何严密管控？我方并检讨修正发价书付款期程，避免在装备未交运时过早付款，确保权益。彰显美国官员了解对美军购流程是由我政府跟美国国防合作安全局签合约，美方则跟军火商签约。我国并不是直接对口军火商，自然无法直接求偿。而部分军事产品为管制，只能走军售，那如何催军售呢？由我向美国表态，美方则施压军火商。台美一直很密切讨论，但军售延宕原因很多，其中包括系统整合问题。113年以后，
因为它的交机 delay， 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实际的付款给他。经济部的报告是75%，我们已经付了75%，但是事实上75%，我们到今年底我们只付了61%。若以新式战机特别采购预算总经费2467亿多元推算，61%就是约1500亿元。今年3月，我国买的 F-16 Block 70首次出场，至于何时能首飞，目前只能盼着。我想这个 F-16问题，其实我们昨天看到那个咨询也蛮傻眼的，因为其实军购本来就大家都知道说军购跟商售是不一样的状况。那结果我想我们院长好像没有掌握清楚这件事情，所以直接在台上讲出这种说要跟美国求偿。然后我想说，你求偿你不是针对军火商，也是针对美国政府，那你的告诉对象是川普总统嘛？所以昨天那个是有点贻笑大方。那当然 F-16V 这次没有交货这部分，我觉得对立法院党团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提醒政府。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大家是台湾是一体的，所以但是我们要提醒政府一件事：我们扮黑脸是为了能够让你赶快把飞机拿到。那不要说每次都是扣上我们一个亲中卖台的帽子，说我们挡国防的军购，因为包含说我们后续又编了很多的特别预算，后续还有一个1.3兆传闻还有一个1.3兆要做不对称作战的一些相关的预算。那我们就问了嘛，前面这个特别预算今年到2026年理论上就要全部交机，但是到这个洛希格马丁有讲说，今年大概它的量能今年只能做6台，到今年只能做6台。那我们问题是我们是定的这个数量是66，所以说你还有60台的差价没有办法补齐。所以在这种效率上面，如果你后续如果我们又要追加预算去做特别预算，还要再去购买所谓的无人机或是购买不对称作战的相关的经费，那对立法院来讲或对国人来讲，那很难交代，会大家觉得说，大家为什么一直觉得台湾跟对美军购好像是一种这个盘子的行为，就是因为钱都付了，而且都付了很多，那只有后续的东西一直没有到货，所以我们觉得透过这个事情，我们也希望政府要感受到说我们的诚意，就是说在野党希望说你们要好好的去跟美方交涉，那我们希望美方也要知道说大家在商言商。钱都付了，那该来的东西要赶快。而且 F-16并不是新式战机，是4.5代战机，现在已经都是其他中共、其他国家都第5代战机，我们还在用对第6代都开始，但我们还在4.5代，所以其实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不利的状况。不过这个是个大问题哈，因为呢，美国现在到处在逼人家买武器，对不对？你光看啊，不一定要买武器了，或是贸易品，你光看这些国家答应买波音飞机的有多少？几乎每个都，而且一大堆都是几百架。那我就想，波音的股票应该往上涨。我去看没有啊？为什么？它做不出来啊。波音也做不出来，就是一般的民航机它都做不出来。它就这么，你到华盛顿、西雅图参观过波音工厂，它就那么大个工厂啊。它坐飞机能力是有限的。你几百架加上去，要买300架、200架、500架，它做多久才能做出来啊？所以这些飞机可能也会变成这样，就是说，美国现在川普一直叫你 GDP 2%、3%、5%、8%，一直加，你这武器跟谁买呢？就跟美国买嘛，那不你跟谁买啊？美国叫你编国防预算，还要跟他买武器，你还跟别的还不能，对不对？那他做得出来吗？美国军工厂现在做得出来吗？问题在这里啊，香龙。看那辆冒烟的战车，那是CM111，就是在台湾呢叫勇虎式战车，它是台湾跟通用呢联合开发的，是把呢 M48的炮塔放在 M60的，就是说这个在台上面，同时呢是把呢 M1的这个射攻系统呢装上去，你不能说它差，它基本上面通常我们称它为呢 M48H，H 是 hybrid 的意思，它其实是复合动力的。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千万不要呢听了军方的解释。虽然他有一点年纪，可是像这种的情况呢，可怕在于就是说，老百姓看到会觉得很惊悚。你军方呢不要呢用糊弄的方式，因为我一直在提醒，9月3号呢天安门前面93大阅兵的时候，我看的不是装备，我一直看的那个镜头是说它几乎没有烟。你看到这么多的装甲车，同时呢，大型的那种的载弹的那连接车，这样子长时间的70分钟的穿越，没有烟。
甚至于在现场这么近的距离看，他们说那个相对是安静的，不会没有声音，但几乎是安静。你长镜头呢，你录之后几乎没有声音。换句话说呢，今天你要面对的，如果是解放军，他的装备的优越性会比你好很多很多。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不要糊弄，那个呢装备呢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呢，刚讲到呢战机的部分，台湾现在在面对到呢所谓的 F-16V 的时候，当它延迟交机的时候，我建议台湾也不要说惩罚他，你不要骗人，你凭什么？你哪里有那个胆子去跟美国呢去求偿？但是就像我们到餐厅里面去点菜的时候，餐厅里面点菜，好，比如说赵少康呢请我吃饭，常常点很多菜，那吃不就是大家都已经吃饱了，但菜还没有上来，怎么办呢？可能就把呢这个老板叫在说，后面点的那几道菜呢，如果还没有做的，那你就先把我退了。现在我们面对 F-16V 的时候，我认为台湾应该呢告诉美国说，你还没有做的先不做，我要换。因为 F-16V 真的没有办法满足台湾现在空防的需要。你看到呢，中国大陆不要说5代机，之前让我觉得很震撼的是它的歼20呢，穿过对马海峡的时候，日本呢跟韩国在那个地方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防空系统。最密集的防空雷达，结果没有反应。中国飞那条线显然是故意飞的，试试看，就是你们能不能抓得到我。日韩的防空系统呢都没有反应。现在呢，它的歼20起码300架以上，在台湾的当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歼20啊。可是你要知道，歼16已经是全世界呢最强的有电战能力的战机。F-16要面对呢歼16，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一直讲，就战机只要差一代呢，大概就是1:20以上的战损比。台湾呢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仍然呢顺着过去原来的契约呢勉强的去买 F-16 只要一到货就落伍。所以，与其呢这个时候呢去跟他呢去纠缠说你什么时候交货，他已经 delay 了。如果还没有做的，就先不做吧，重新呢去跟他谈呢新飞机。台湾在买东西的时候，在过去呢太将就，甚至于呢在过去想要呢 F-16旧了怎么办？想要跟美国，那你的 F-18卖给我吧。你有没有看到 F-18这一年掉7架？或者明明就是旧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不要勉强。有关于武器装备、尖端装备、战机这种的事情，我刚刚说1:20是最保守，差一代。空战的战损比就是20:1，有更夸张的，美国空战的时候是107:1，你要107架的3代机才能够对付1架4代机，107架的4代机才能对付一架的5代机，概念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台湾今天呢，你买的装备已经旧了，不要勉强的，只是叫美军呢，你赶工给我兑现承诺，交货就落伍，你为什么不赶快换货？这是有道理的，然后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叫我们增加武器，为什么呢？就是共军嘛，就是解放军嘛，很明显的就是嘛。如果没有解放军，台湾搞这些武器干嘛？对谁？那你就要看解放军有什么，你的武器就要跟他对等嘛。就是你不能差他很远，你差他很远不是送死吗？白花钱送死嘛，对不对？那美国大家摊在桌面上，那他有这个，那你卖我什么？他如果是5代半，你给我4代半，我能打吗？那你不叫我送死吗？我觉得这个合理啊，你跟老美谈，摆在桌上谈嘛，不是说你卖我就不错了，好不容易至少比我现在 F-16A/B 好啊，就很感谢了，感恩戴德，这是不可以的。那刚刚讲那个战车冒烟呢，说是什么扭力大，都乱扯的啦。我自己学机械还不懂呢，我们内燃机是学了1整年，用柴油引擎的多了，很多那种大会过车什么都是柴油引擎，它有这样子吗？那如果这是阅兵，你这个出来，你是啊，不笑死人莱尔校长都看不到，你不笑死人吗？哈，当然我有一个笑话，那是很多年前，跟现在无关。很多年前我那时候计程车还不多，有时候我搭个计程车，开的真猛啊，猛啊！后来我说来，你说吓死我了，我说你坐在后面，我来开好了，我来开。我那时候年轻嘛，20几岁，我来开好了。我就问他说：“你驾驶到哪里来的？部队来的。”我说部队开什么车？我开坦克车啊！休假再回来。